白男重生成了一只鹅，而且马上就要被做成一盘菜。不想死就摇头。13每天睡觉前都会反锁房门，竟然有人进来了，还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摇头。哈哈哈，他听得懂我的话。等等，自己在出租屋里睡觉，这女孩从哪里来的？这里好像是农村。还有，女孩太大只了，或者说我太小只了。我操，我成了一只鹅。13从脚下的水渍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模样，一只很大的白色大鹅。啥？你们说什么呢？我家的鹅成精了。成了大鹅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，要是表现异常，可能今晚就进锅了。得表现正常一点，想办法活下去。没有啊，它很正常啊。英英，我没骗你，你家的鹅真的成精了。它刚才白了你一眼，不仅翻白眼，他还好像很震惊。他低头看到自己的模样，好像呆住了。巧了，他好像很震惊自己竟然是一只鹅。林丽英没把粉丝们的话放在心上，她的粉丝经常逗她玩，这次肯定也是逗她玩。这就是我家了，我带大家看看我家吧。丁，宿主获得足够人气，系统绑定成功。我也有系统。这个系统很简单，获得人气，用人气抽奖，每100万人气抽一次，奖品包括技能、物品和强化点。是否打开新手礼包？还有新手礼包，赶紧打开！恭喜宿主获得1枚本源果实和前3次抽奖爆率100%。是否使用本源果实？本源果实，生物吃下去后获得可以无限净化的原体，可以通过晶石进行净化。注：不同食物蕴含的源不同，净化的效果也不同。使用成功。试一下原体。13小跑到院子里的菜园，嫩绿的菜叶看起来非常可口，都成了大白鹅了，吃吧。13吃菜叶，别说口感和味道都非常不错。13查看属性面板，原没有变化，倒是人气增加了几十点，但这几十点对于100万点的人气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应该是菜叶蕴含的源太少了，多吃一点才会有变化。源增加0.001，终于有变化了。除了源，人气也涨了近10个点。除了这2个变化，属性面板就没有别的变化。食物转变成源后，我又觉得饿了，继续吃，赶紧提升实力。13埋头吃菜，直到门口响起一声惊呼，他才停下。我的菜！别跑，我要打死你！13埋着头往院门跑，可女孩比他更快。要是被抓住了，凶多吉少。13来了个急转弯，跑向停在左边的3轮车。我操，不讲武德！13绕着3轮车狂奔，女孩拎着棍子在后面狂追，跑了几圈。13发现后面忽然没有了动静，往后一看，女孩不追他了，而是停在原地等他。操！13急刹车，和女孩隔着3轮车对峙。林丽英发现这只大白鹅有点聪明，跑得还快，自己竟然没有把握抓住它。13趁着这个时间看属性面板，他想看一下可不可以提升实力，从这里逃出去。源提升到了0.002，人气点飙升到了10000加，每秒钟以近100的速度提升。以这个速度提升下去，3个小时之后，他才可以抽奖。女孩之前跟手机介绍她的家，还对着手机自说自话，应该是一个小网红。她的人气来源应该都是女孩的粉丝，这次的人气应该也一样。可女孩没有带手机啊，她望向房子门口，女孩的手机放在一张椅子上，正在直播，屏幕飘满了弹幕。13灵机一动，女孩是网红，要是她表现出可以吸引流量的，女孩一定会好吃好喝伺候她。她和女孩合作，还能获得人气。她从这离开，不仅要面对人，还要面对野生动物，很可能更加危险。只要实力提升了，以后谁是主人还不一定呢。13转身背对女孩，抬起右边翅膀，拍了拍屁股。林丽英感觉大白鹅在挑衅她，大白鹅回头望着她，可能是见她没反应，胆子带了起来，竟然朝她吐了一口口水。你是在挑衅我吗？找打！一人一鹅又围着3轮车几圈，林丽英累得气喘吁吁，还是抓不到大鹅。她就不相信了，自己一个人类会抓不住一只大白鹅。给我站住！13赶紧加快速度，他看着快速增加的人气，知道自己做对了。来啊，来追我呀，小渣渣！林丽英直起身，把棍子扔到一旁，往手机走去。她算是知道了，这只大白鹅狡猾得很，除非移开3轮车，不然别想追到它。她好一会没有和粉丝互动了，再不互动，直播间的粉丝就要离开了。林丽英拿起手机，有些不敢相信地揉了一下好看的眼睛，她直播间的在线人数竟然超过了1万。英英好可爱，主播威武，村里的恶霸都被主播追着跑，好嚣张，得意的大鹅，笑死了。主播，它是你的宠物吗？好聪明啊，竟然还会拍屁股挑衅。
主播哪里的？看起来环境很好的样子。谢谢大家。主播家在彩云省安新县长乐镇皮豆村，是一个傣族的传统村寨，这里交通很便利，欢迎大家来我们这游玩哦。难道我没有穿越，只是重生到了彩云省的一只大白鹅身上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以后还能回家。13的目光落到了晾在竹竿上的腊肉上，不知道肉的圆多不多。13轻手轻脚靠近腊肉，腊肉离地有些高，13够不到，他扫视一圈，看到了一旁的鹅群，他跑到鹅群旁边，鹅群呱呱叫唤。13听不懂，但能听出不要靠近和害怕的意思。他看向林丽英，林丽英忙着跟粉丝互动，没有注意他。他张开翅膀，扇了一只雄性的大鹅。跟我过来，不然我就打你。鹅群叫声更大了，特别是那只被打的雄性大白鹅。快点，我不跟你开玩笑。被打的雄性大白鹅不情不愿跟着13走到腊肉下面。站好，不要动，不然我打你。雄性大白鹅委屈巴巴站好，13后退2步，张开翅膀，助跑，起跳，跳到雄性大白鹅身上，再跳起来，咬住腊肉。我的腊肉。13看着属性面板蹭蹭上涨的人气点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他叼着1斤多的腊肉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3轮车旁边，一边吃一边得意地看着林丽英。来追啊！林丽英没有追，站在原地，神情非常惊讶。她看到了一只鹅欺负了另一只鹅，不是简简单单的欺负，是让被欺负的鹅帮他做事。拿到东西之后，竟然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，神了！我靠，这只鹅真的成精了！宅男重生成了一只鹅，并且和院子里的看门狗玩起了人情世故。以后你就叫大白了。大白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林丽英现在决定要收服大白，从此做一个萌宠博主。13高冷地瞥了女孩手里的腊肉一眼，继续吃自己拿来的腊肉。林丽英还是把腊肉丢给大白，你吃下我的腊肉，就当你认我这个主人了。哼！大白伸出右脚踢开了他的腊肉。林丽英再次震惊了，这大白鹅难不成聪明到能听懂他的话？卧槽！主播，你确定你没搞剧本？莫名觉得搞笑怎么回事？大白不会真的听懂了吧？你别以为不吃我给你的，你就和我没关系。你现在吃的腊肉也是我的，还是您抢我的？我是你主人。人增加了0.004，达到了0.006。这一点肉的圆相当于2个小菜园的蔬菜了。看来肉类的圆比蔬菜的圆多很多。他的人气点达到了60000多，还在以每秒几百的速度增加着。给整个火，增加这个女孩的直播间人气。他的目光落到了拴在院门旁的大黄狗上。13叼起女孩放下的腊肉，林丽英眼睛一亮，又有些好奇，这只聪明的过分的大白鹅，难道屈服于食欲，认他这个主人了？哼！大白叼着腊肉往院门走去。不可以出去！林丽英飞奔到院门旁，关上了院门。大白在院子里，他都抓不住，要是让大白出去，绝对会跑掉。大白人性化的扫了他一眼，走向一旁的大黄狗。大黄别叫，不能咬大白，你别惹大黄，大黄不是那只大白鹅，没那么好欺负。他真怕大白不知天高地厚挑衅大黄，万一被大黄咬死了，那就不好了。大白走到大黄前面的安全距离，把腊肉放下，朝大黄叫唤了2声。大白右腿推了腊肉一下，腊肉滑到了大黄脚边。别说林丽英了，大黄都懵了，不狂吠了，嘴巴还张着，口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要不是狗绳还在林丽英手里，他已经开始吃了。大白，你是想把腊肉送给大黄吃？大白没搭理他，回3轮车那去了，突出了一个高冷。吃吧吃吧，你要记住，这是大白送你的。大黄大口吃起来，完全没把林丽英的话听进去，和大白的聪明劲比起来，大黄突出一个憨。林丽英走回手机边，大白趴在阴凉处，眯起了眼睛，看着好像快睡着。直播间人气更高了，这只鹅真的不一般哎！大鹅把吃的送给狗，活就见。英英，我觉得它可能成精了，你知道的，成精的动物是很危险的。我建议你送到我这来，我有祖传的办法对付它。祖传办法是啤酒和大铁锅，建议加点葱。这只大白很不简单，主播卖吗？谢谢大家对大白的喜欢，我不会卖大白的，不用问了。大白好像要睡了，我准备给大白做一个小窝。林丽英擦掉额头的汗水，弄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弄好大白的小窝了。直播间的在线人数由最高的3万加回落到了5000加，不过林丽英还是很满足。大白还没有醒，我把它放到小窝里。咦，大白醒了。大白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正抬着头看他。大白很傲娇的自己走进了小窝。林丽英嘴角上扬，成就感非常强。大白你继续睡，我去做晚饭。第一天就有这么多人气，明天整点货，应该就够抽一次奖了。13感觉还是很困，想好明天要做的事，又睡觉了。13被沉沉的呜咽吵醒，睁开眼睛，大黄趴在门边，惊恐地看着院子中间的人影。月色下，
可以看清是一个穿灰色外套的老人。女孩的爷爷？不对，这人如果是女孩的爷爷，大黄不会这么害怕。灰衣老者拿下女孩晾在绳子上的贴身衣物，用力嗅，一脸满足。原来是个老变态，要是这个老变态对女孩下手，女孩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灰衣老者的眼睛发出了绿色的光芒。难不成这是色狼中的极品，能色到眼睛变色？这人难不成是什么怪物？难怪大黄会这么害怕。13自己都变成了一只大白鹅，他毫不怀疑有人悄悄变成了怪物。如果是这样，女孩今晚就完了。他现在的战斗力只有5，别说救女孩，能不能跑掉都是个问题。大黄更靠不住，也不知道大黄被收拾过，还是感觉出灰衣老者很可怕，连叫唤都不敢，太丢狗脸了。再忍几天，现在做了我也跑不了。他把女孩的贴身衣物放回原处，恋恋不舍再看一眼女孩的房间，走到墙边，跳过了近2米的围墙。果然不是正常人。他获得系统后，心态很轻松，他只要吃东西就可以变强。平时跟女孩直播，获得人气还能抽奖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他有无限可能。13有紧迫感了，他查看属性面板，人气点停止增长了。不睡了，吃东西，增加小窝门口放着2碗非常丰盛的饭，应该是女孩看他睡着了，把做好的饭放在这留给他吃。13吃完2碗饭，原增加了0.003。13走出小窝，大黄看到他，立即龇牙。欺善怕恶的玩意！院子里只有一个小菜园，小菜园的菜被他吃的差不多了，院子里的腊肉都被女孩收走了，他一时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了。我还是太弱了，明天必须凑满1的元，再抽一次奖。天慢慢变亮，当外面传来吆喝声，13走出小窝，房子的门锁住了，他跳上3轮车，又跳上围墙，再从围墙跳到了窗台上，从窗户缝里钻进了房子里，来到女孩卧室门口。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！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的？大白，房门打开，女孩惊讶地看着他。昨晚下播后，他整理了昨天的直播情况，粉丝增加了13万，收到了1万多打赏，这一切都是大白带给他的。只要有大白，他相信不久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饿了吗？我不是在你小窝门口放了2碗饭吗？直播。13跑到女孩床边，抬起一只翅膀，指着手机。手机？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林丽英拿起手机，一脸茫然。直播呀？你不会是想玩手机吧？还是想看什么？我给你看我昨天直播的数据吧。现在太早，直播也没人看的。林丽英想跟大白分享自己的开心事。林丽英拿了块毯子铺在地上，她坐在毯子上，把大白抱进怀里。大白开始还很抗拒，进入她怀里后，立即就乖乖坐好了。13表示他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回坐在女孩怀里看手机。他说的也对，先看看他的直播数据，等会再直播吧。我绝对不是因为别的。13在心里自说自话，然后心安理得地贴紧女孩。极品，难怪那个老变态会盯上他。大白，你是冷了吗？林丽英抱紧大白，她发现大白的羽毛很光滑，手感非常好，大白鹅完全可以做宠物。她一只手点开直播软件，一只手抚摸大白的后背，滑溜溜的。大白好像很喜欢她的抚摸，乖的不行。13看到了女孩的身份信息，林丽英，傣族，粉丝30多万。30多万粉丝一天就能给我40多万人气，要是他的粉丝达到100万，我每天都能抽一次奖了。有我的帮助，100万粉丝不会难的，帮他弄个几百万粉丝也不是不可能。宅男重生成了一只鹅，不仅单挑5步蛇，还一翅膀扇飞了30斤的土狗。快点直播，我要整活了。看到时间差不多了，林丽英打开了直播。大家早上好，我现在准备去割草喂牛，我爸妈去我哥哥家住了，家里的活都得我做。林丽英为了家里的家禽，还得去喂养在山上的黄牛，不过她一点也不觉得累，还很有动力。以前这么早开播，只有100出头的观众，今早观众竟然达到了2000。他知道这是大白的功劳，他给大白准备了丰盛的早饭，放到大白面前。大白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山上转转？大白没搭理他，专心干饭，看样子是不准备跟他出去了。其实13只是在维持高冷的鹅式而已。好吧，那我走了，我要带走大黄，你好好待在家里。他拿了镰刀和背篓，叫上大黄，转头一看，大白站在他身后。谢谢。大白，你是要跟我出去吗？我就知道你也很喜欢我。林丽英揉大白的脑袋，大白嫌弃地甩了甩头。13看属性面板，停着不动了几个小时的人气点开始增加了。13跟在林丽英和大黄后面，林丽英跟网友分享村子的景色。林丽英来到一个牛棚里，牛棚里关着一大一小2头黄牛，2头黄牛见到林丽英，兴奋的哞哞叫个不停。别急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们打草。大白，你跟着我，或者自己在这附近玩都可以。林丽英来到一个长满了杂草的田埂，
他把直播手机放到一旁，开始割草。大黄在一旁撒欢。13走到一个水塘旁边，一群鲤鱼在水里游动。林丽英要做事，不方便整活，我先提升源。没一会，他抓到了一条4指大的鲤鱼，他叼到田埂上吃，吃完鲤鱼源增加了0.001，比我吃的腊肉轻，但增加的源更多了。活物比死物的源更多。13继续抓鱼吃，过了会，林丽英呼唤13回去了。等有了自保的能力，可以经常出来吃东西。你等我一会，我再去打些水给他们喝。木棚里还放着很多农具和杂物。林丽英拿起一个盖着的水桶，一条4指粗的蛇盘在水桶盖着的位置，三角头，黄色、黑色花纹，5步蛇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13扑到了5步蛇。13没有爪子，但是有15斤重，他压着5步蛇落到地上。大白，快躲开！哼！13靠近一个柱子，把5步蛇使劲地甩到柱子上。大白松开嘴巴，成了一团烂肉的5步蛇飞出去，砸在一根柱子上才落到地上。5步蛇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吃一条4指粗的鱼增加0.002元，吃这条5步蛇绝对可以增加很多元。13咬住5步蛇，跑出牛棚。大白，你要去哪？13跑到林丽英看不到的地方，囫囵吞枣般吃下5步蛇。他紧盯属性面板，足足2点元。属性面板的体质和种族出现了升级的提示，体质提升应该会提升提取源的速度，并不能立即改变我战五渣的战斗力。提升种族，种族闪烁，普通大白鹅变成了极爆大白鹅，属性面板跟着变化，战斗力才80。成年人类平均战斗力为100，有许多成年人类的战斗力低于100，男性和女性的战斗力悬殊，老人和未成年的战斗力普遍在70左右。宿主已经比很多人类强大，战斗力是综合了各方面能力。宿主的速度很快，还可以飞，只是力量还太小，才拉低了战斗力。13算是明白了，他逃命的功夫很强，但力量很小，勉强可以接受。希望可以抽出一个好技能让我开心开心。这一会人气在急速暴涨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是我救林丽英的过程被全程直播了，事情正在发酵。抽奖，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捕食者之眼，前3次爆率100%加持中，捕食者之眼可以看到其他生物的战斗力和状态。是否使用捕食者之眼？使用。耶！13发现战斗力一下子提升了30，超过了成年人类的平均值，他很惊喜。技能很强大，可以增强宿主的战斗力，技能可以升级。舒服了。大白，你没事吧？林丽英满脸着急和关心，蹲在13身边检查13的身体。开启捕食者之眼，才67的战斗力，这也太弱了吧？没有伤口，幸好，谢谢你，大白。大白叫唤几声，看了看牛棚，又看了看村子，仿佛在问他该去哪。我手机还在牛棚里，先去拿手机，再给牛打水，我们就回家。大白往牛棚走去，林丽英已经接受大白的聪明了，但这种无障碍的交流还是让他感觉非常新鲜、有趣。林丽英拿起直播的手机，直播间在线人数超过了20万，太多弹幕，眼睛根本看不过来，还有很多礼物飘过。英英，大白没事吧？英英，你从哪里买的大白？我也要去买一只。太神奇了，大白鹅竟然会奋不顾身的救主人。英英，我给你打赏了1000块，都是给大白加餐的。我也打赏了一点，英英你可别扣掉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以后吃什么，大白就吃什么，有我林丽英一口吃的，就不会少了大白的。虽然，但是我想说，英英你说反了，应该是有大白一口吃的，就不会少了你的。大白呢？在这呢，他没事。大白站在牛棚门口，仰着脖子看着前面，前面不远，一条大黄狗正欢快地跑过来。大黄狗跑到牛棚门口，可能是嫌大白挡路，毫无征兆地发火。大黄狠狠咬向大白的脖子，如果咬实了，大白脖子就断了。大黄停下！13没想到大黄会攻击他，刹那惊愕后只剩生气。他昨天还给大黄腊肉吃了，大黄不感谢他就算了，竟然还想吃鹅肉。今晚我要吃狗肉。大黄嗷呜嗷呜惨叫了好几声才爬起来，看向13时，他身子伏了下去，夹紧了尾巴，不敢正眼看13了，一副可怜无助又弱小的模样。已经迈出一只脚，想要踢飞大黄的林丽英愣在了原地。13想去补刀，又停了下来。人气增长的速度几秒钟，时间从每秒1000提升到了每秒几千。留着大黄的狗命对我好处更大。13斜着眼睛扫了大黄一眼，往村子走去。大白，等等我！林丽英跟上大白了，再次看直播间，直播间的在线人数达到了40万。宅男重生成了一只鹅，不仅成为了网红萌宠，还和女主人一起洗澡。
大白，你饿了吗？大白没回应，跑到自己的小窝去了。林丽英走到大白小窝门口，把大白拖了出来。你赶紧去做饭，我还要抽奖。13不知道系统怎么计算他的人气。林丽英关了直播后，他的人气增长速度反而加快了。在村口的时候，他的人气突破了200万，他可以抽2次奖了。给你洗澡，以后抱你更方便一点。林丽英感觉到大白立即不挣扎了，好像还看了他一眼，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他开开心心抱起大白，往洗手间走去。13趴在3轮车晒太阳，闭着眼睛，脑海里全是洗澡时的情景。没想到才变成大鹅第2天，我就经历了做人那么多年没经历过的事。大白，吃饭了。13跳到地上，林丽英在院子中摆了张桌子，把手机放在一旁录像。她把大白的食物放到地上，很丰盛，有排骨，还有鱼。大白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好像不开心？专心吃饭，别说话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？13不搭理林丽英了，说了也白说，让林丽英自言自语好了。吃饱后，13又跳到3轮车上晒太阳，林丽英则收拾碗筷。录像的手机一直拍13。过了一会，林丽英来到3轮车旁。大白，跟我去睡午觉不？13很想说，臭女人，不要打扰我晒太阳，我吸收一下欧气，调整一下状态，就要抽奖了。但身体不受控制的站起来，跳到了林丽英怀里。嘻嘻，真乖。他感觉大白洗了一遍后更好摸了，抱着大白心情就非常好，很轻松愉悦，超级减压。大白呀，以后我每天睡觉都要抱着你。林丽英侧着睡，一只手怀抱着13，她半边脸埋在13羽毛里钻，呼吸均匀，睡得香甜。13看着林丽英的侧脸，闻着林丽英的气息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还是抽奖吧，希望可以抽到更好的东西，抽一次奖。恭喜宿主获得强化点乘100点，强化点用于强化技能。再抽一次。恭喜宿主获得狂暴丸1个，狂暴丸服用后战斗力暴涨10分钟，药效结束后恢复真实实力，没有副作用。有了狂暴丸，他就有了一张底牌。所有强化点强化捕食者之眼，捕食者之眼闪过一道金光，捕食者之眼升级成功，解锁标记。标记可以标记一个目标，目标进入宿主方圆1公里，宿主可以掌握到目标的实时动向。LV2 获得，随着技能等级提升，可标记目标和感应距离都会增加。这个不错，战斗力只涨了20，不过13的底气比之前足了许多。不知道是太闷了还是怎么，他脑袋从13羽毛里出来，右手揉了揉鼻子，嘴唇微微嘟起来。13看着林丽英的红唇和可爱清纯的容颜，脑海里出现了2个小人。林丽英忽然抬起手勾住13的脖子，脑袋又埋进了13的羽毛里。下午2点多，林丽英醒了，睡得好舒服。大白，你睡得怎么样？大白跳下床铺走了。林丽英感觉大白好像给了她一个白眼。林丽英洗漱好后，拿着手机来到院子，大白又跑到3轮车顶晒太阳。自从洗澡后，大白就变得有点怪怪的，具体怎么个怪法，林丽英也感觉不出来。难道是大白不喜欢洗澡？我给他洗澡，他生气了，不能够啊！他是鹅，鹅会不喜欢洗澡？小英在家吗？等一下，我来开门。林丽英打开院门，门外是一个提着一个菜篮的灰衣老人。13精神一振，来人正是昨晚那个灰衣老者。皇叔，刚从菜地里摘了一些菜，给你一些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还有很多菜呢。那好吧，要是不想做饭，可以去我们家吃。小龙今天刚回来。谢谢皇叔，我今天早上做的饭菜还没吃完呢，我要吃完，不能浪费。那我回家了。林丽英关上院门，笑容变成了烦闷。来人叫黄胜，家就在不远处。黄胜是村里的老好人，黄胜的小儿子叫黄龙。黄龙喜欢林丽英，平日里总是纠缠她。老人黄胜为了儿子的婚事，也动不动就上门。大白，你自己玩，我去做饭了。林丽英没有注意，大白盯着的方向正是黄胜家的方向。13刚才对黄胜使用了捕食者之眼。这个黄胜的基础信息也太让我头大了。人类后面这个变化中是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还可以变成怪兽？好像还真可以，我自己都成了一只大鹅。我3个小时前觉得自己的战斗力勉强可以了，他的战斗力竟然这么高。更坑的是，他的战斗力还在持续增加中。他昨晚说几天后动手，到了那时候，他的战斗力更加可怕了。13头都大了，在他的视线里，一个红点在移动，红点上面有黄胜的基础信息，这是标记的能力。感觉只有狂暴丸还不够保险，我还是太弱了，得抓紧时间提升战斗力。我的战斗力超过成年人类平均值了。我又知道黄胜的实时动向，可以出去找吃地了。一顿饭才提升 0.002 左右的元，积累元的速度太慢了。他吃一条5步蛇的元，等于吃1000多顿饭，也就是1年多的量。他
他必须出去找东西吃了。我记得村子中间有条河，今天就先去河里吃鱼。院门关着，13跳上3轮车，跳到院墙上，离开林丽英家。他来到河边，这条河原来这么大。今早他在山坡上看到这条河，感觉这条河很小。此时站在河边，发现这条河还是蛮大的。13跳进河里，他游到深水区域，他在水流慢的地方寻找。他看到了一群手掌大的鲤鱼，他立即潜进水里。他惊讶发现自己在水里格外灵活，视力非常好，自己就像一根箭，想游到哪就能迅速游到哪。肯定跟我的等级提升了有关。13追向一条躲在大石头下的鱼，13追到嘴巴够得到的地方停下，猛地发力咬住鲤鱼，叼着鲤鱼回到岸边。很快一条鲤鱼就吃完了，圆增加了 0.006。13回到水里继续抓鱼。咦，这条鱼好奇怪。13看到了一条好像长了腿的鱼，怪鱼旁边有一群小鱼，怪鱼时不时吃旁边的小鱼，其他小鱼好像没看到，依旧待在怪鱼旁边。13对怪鱼使用捕食者之眼，旁边这些小鱼真傻。13冲向怪鱼，怪鱼和小鱼群一动不动。就在他要咬住怪鱼时，视线恍惚了一下，脑袋刺疼，恢复视线，他撞到了怪鱼和小鱼群旁边的石头。不对劲。13使用捕食者之眼扫过每一条鱼，当他的视线落到一条看起来和别的小鱼没有两样的小鱼身上时，信息发生了变化。幻鱼是什么鱼？这战斗力也太强了吧！他重生后战斗力才5，这条跟手指头差不多的小鱼战斗力竟然达到了39。吃了它，圆肯定能增加不少。13咬向幻鱼，幻鱼一闪，跑进了石头缝里。宅男穿越成力大无比的女汉子，没想到第一天就因为洗脚房按摩被巡捕带走。巡捕同志，我不就是洗个脚，至于带这玩意吗？男巡捕看了好几次手里的记录，再抬头仔细打量了苏宝几眼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就对面那个鹌鹑一样的小女孩，能一拳将一个180斤的胖子打得倒飞5、6米，还徒手拆掉不锈钢护栏。你把人打伤了，对方要你赔偿，把你家长联系方式留一下，后续赔偿事宜我会找你家长谈。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我没的家长。小宝啊，既然这样，那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赔偿人家，要么拘留10天。不过你放心，赔偿也不是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，这方面我会尽量替你争取少赔一点。突然审讯室的门毫无征兆的被人从外面打开了，一个身穿制服的巡捕带着一个人进了屋。这位张先生说是苏宝的三叔，过来保释来着。自己还有个三叔的吗？作为一个职业经纪人兼星探，张伟一眼就看出了苏宝的潜力，无论是身材样貌，还是那一身干净利落的身手，去混娱乐圈肯定大有可为。回想起不久前看到对方从天降的一幕，深深打动了张伟冰封已久的内心。当然，我是小宝的叔叔，听说他在这里，我就赶忙过来了，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巡捕也没拆穿张伟，拿起一张表格递了过来。既然这样，那你看下这个，我们初步统计了下损失的金额，加上保释金1000，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。23800，有没有搞错？既然你是小宝三叔，那这笔钱就帮忙出了吧，回头完全可以找他父母报销嘛。哈哈，说的也是。没过多久，手续就办完了。苏宝晃了晃手上的银手镯，疯狂暗示。巡捕老张猛地一拍脑门，差点搞忘了，连忙吩咐人给打开。可几名巡捕翻找了好一会，愣是找不到对应的钥匙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你们这手镯多少钱一个嘞？成本价28。哦。下一秒，只听咔的一声，苏宝手上的银手镯就已经被掰成2半。三叔，记得赔给人家。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苏宝2手插兜走了出去。几名巡捕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。那个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张伟是一名职业经纪人，同时也是一位星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星探？没兴趣。别走啊，苏宝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不会看错，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你有那么好的功夫，人又长得漂亮，不当明星真的太可惜了，真的贼可惜。那你就错了，我压根就不会功夫，何况我也不会演戏，你就省省吧，还有钱我会还你的，不过我现在没的，有了再说。苏宝接通电话，原来是他刚刚丽兹楼上跳下来的时候被人拍视频发网上去了，结果视频火了。电话里包工头先是肯定了长久以来苏宝对工地的贡献，然后又隐晦地表明这次施工的项目不能存在任何形象问题，总结起来就是他被开除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苏宝跟着张伟出现在星辰传媒楼下，尽管办公场地不是很大，这家公司的专业性还是毋庸置疑，设备都很齐全。见到来了新人，几名训练生好奇地望着苏宝2人，在那窃窃私语：别偷懒，赶紧训练去，陆雪、袁华
说的就是你们两个。助理小猪将两人带到一个会议室，示意两人进去。里面是3个面试官。苏宝一眼就看到坐 C 位那个 OL 美玉姐，实在是那双大长腿太显眼了。张伟轻轻咳了咳，示意苏宝收敛一点。他隐隐察觉到苏宝有些不同寻常的癖好。苏宝是吧？演员的基本功方面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听张先生说你功夫很不错，不介意先录2首我们瞧瞧吧？不用紧张，如果需要什么道具就直说，我们都能提供。听到一上来就谈到功夫，苏宝有些底气不，他哪里会功夫啊？悄咪咪瞟了眼张伟，回应他的是对方那充满鼓励的眼神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苏宝指了指3人面前的红木桌子，我可以用这个吗？如果弄坏了不要我赔钱吧？条件得先讲好，这可是苏宝亲身经历过的惨痛教训。在工地的前2个月，他都在还债，坏东西是要赔的。苏宝话音刚落，老梁就扑哧笑出声，实在是没忍住。尽管他不负责采购，可面前的红木桌都是真材实料。没事，你要真能搞坏这张桌子，我自掏腰包帮你赔了。既然老梁都这么说了，你随意，不够的话我这椅子你也可以拿去用。3人都往后挪了挪位置，将桌子空了出来。开始打。说着就低头在面试成绩上给苏宝打了20分，满分是100分制。一旁的赵红倒是不急着打分，他倒要看看苏宝到底有没有真材实料。苏宝不再犹豫，轻轻抬起右手，化掌为刀，运起3分力劈下。这震撼的一幕惊得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尤其是老梁更是面色骇然。谁能想到一个看着弱不禁风的女孩，随手一下竟能把一张至少100斤重的实木桌子劈成2半？赵红则被吓得一屁股摔在地上，颇有些狼狈。这孩子是赛亚人吗？这还有必要再面试吗？是不是不行啊？要不我再表演一遍？苏宝，欢迎你加入星辰传媒。谢谢姐姐，姐姐你人真好。苏宝上前一把抱住宋玉志纤细的腰肢，就算吃不到，能蹭蹭也是好的。宋玉志起初还有些错愕，随后精致的柳眉舒展开，感受到身前小猫一样乱蹭的小脑袋，轻轻用手抚摸起苏宝的后背。白男穿越成力大无比的女汉子，没想到刚找工作就被要求从5楼跳下去。影视城寻捕故事剧组，陈龙正在片场大发雷霆，话筒都被摔了3个，明明就一个简单的跳水戏份，愣是拖到现在无人敢拍。不就是从5楼不带防护的跳进泳池吗？这么简单的一场戏都不敢上。唯一一个跳下来的舞替，因为动作太难看被他否决。听说要重跳那个舞替，当场就哭了。那哥们二话不说直接跑路，追都追不回来。苏宝是在一脸懵逼的情况下被助理小猪开车送到剧组的。在来的路上，小猪就跟他讲了大致的情况，听得苏宝一愣一愣的。他只听到陈龙2个字，陈龙是谁？他可太熟了。龙叔你好，我是星辰传媒的苏宝，这次过来试镜你们的舞替，初次见面请多指教。龙叔？陈龙愣了2秒，随即脸色有些不自然。他什么时候成大叔了？明明圈内都喊他一声大哥才对，这小姑娘一点都不可爱。搞错了，要喊龙哥。龙哥好，刚刚说错了。助理小猪绝望无脸，这还不如不说呢。看到苏宝伸出的小手，陈龙也很给面子的伸出手握了一下，只是下一秒他的脸色就变了，他感觉自己的手像是被钳子夹住一般，疼得他差点不顾面子的喊出声。呵呵，小姑娘手上功夫不赖，很不错。只是在转过头的时候，陈龙脸上的肌肉不住抽动，痛得五官都忍不住变形。陈龙从助理手里拿过一份剧本，大致给苏宝讲了一下他要做的动作。苏宝一开始还像个好学生一样探着脖子跟读剧本，可听着听着就感觉不对劲了。他苏某人要从5楼跳下来。龙哥，你确定是要我从5楼往下跳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剧本都有点多余，直接告诉他要跳楼就好了。怎么，没人告诉你这个吗？这时女主角林青霞走过来，对着苏宝轻轻摇头。你叫小宝是吧？听姐一句劝，你可别跟着胡来。我上去看过，吓都能吓死人。你还年轻，不要意气用事。苏宝这才发现林青霞也在这里，看着年轻版的青霞姐姐，她的2眼都开始放光。此刻近距离接触下苏宝，只觉得美得惊人，于是2只手不老实的搂住林青霞的腰肢。苏宝仰起脸，不行哦，如果我不上去，那青霞姐不就得自己跳了？有什么危险我来就好，现在请务必不要打扰我。果然，变成女生之后还是有福利的。林青霞有些手足无措，这小姑娘这么自来熟的吗？终于，苏宝蹭够了之后才松开手，收拾好心情来到陈龙面前。龙哥，我想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工。啥？你确定要上去？没错，为了青霞姐姐。陈龙很满意这种效果，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状态，
那这部戏早就拍完了。很快，一切准备就绪，苏宝也跟着爬到了楼顶。这是别墅最顶层的天台，在底下的时候还不觉得有多高，从上面往下一看，我的个乖乖，下面的泳池看上去都小了一大圈，5层楼高，都快有20米高了，难怪没人敢跳。怕不怕？我有点恐高，不过没得问题。这话说的陈龙一头雾水，恐高那还敢跳？苏宝没有多说，换上林青霞的衣服，准备好一切后，苏宝和陈龙按照之前的站位来到天台边缘。1、2、3 ，Action！ 按照剧本的设计，这个时候陈龙会拽着女主的衣服，直接将她从5楼扔下去。陈龙的确是按剧本来的，只是等真正上手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压根扔不动苏宝。苏宝就跟个木桩似的定在原地，任凭他如何用力，愣是纹丝不动。苏宝，你在搞什么？怎么不动一下？那个龙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力气太小了，扔不动我？毕竟以苏宝的力量，真要不想下去，那得起重机才能请得动他。是吗？陈龙有点不相信，走上去拉了拉苏宝的衣服，发现果然纹丝不动。那个龙哥，等会你能不能别真的扔我，我自个跳下去行不？自己跳下去？居然连一个小女孩都有这样的觉悟。再看看自家班内的那群大老爷们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行，只要能跳，怎么着都行。各就各位，摄影机准备，道具再检查一下 ，Action！ 随着场记一亮拍子，陈龙立刻进入状态，然后拽着苏宝到天台一角，做事欲往下扔。苏宝也早有准备，顺着这股力道朝前面纵身一跃，整个人都飞了出去。下面的人紧张的抬头望着上面的苏宝，几个武师肌肉绷紧，随时准备冲上去救人。容不得他们不紧张，那可是从5楼跳下来，没有掉任何钢丝威亚，一个不好就会连命都交代在这。苏宝人在半空，陡然的失重感让他也有点慌，刚刚光顾着蒙头往前跳了，好像没有看泳池的位置，要是落到泳池外面，那可就有点悬了。陈龙脸色煞白，在苏宝跳出去的一瞬间，他就意识到不妙。多年的冒险经验让他很快就判断出苏宝的落点将会出现偏差。这姑娘跳太远了，一想到几秒钟后苏宝会摔得血肉模糊，陈龙整个人都有些站立不稳。就在所有人都替苏宝捏着一把汗的时候，苏宝离地面越来越近，看着下方硬邦邦的水泥地，苏宝心一横，探出双脚，在落地的一瞬间猛地屈膝缓冲，随即苏宝一个懒驴打滚，将剩余的力道卸去，在地上连滚了7、8圈后，苏宝终于才停下，然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有些惊魂未定。好在没感觉到受伤，只是得先缓一缓。吓死宝宝了！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几个武行也跟着对苏宝进行了一番检查，结果一无所获。看苏宝呆呆的样子，还以为他受了内伤，可细看之下什么也没发现。陈龙开始怀疑自己的世界观，真就有人能从5楼跳下来还毫发无伤？苏宝突然像是想到什么，哎呦一下叫出声，整个人倒在林青霞怀里，开始喊疼。这一幕下的众人又是一阵鸡飞狗跳，只有林青霞温柔地抚摸苏宝的头发，轻声安慰着他。苏宝将脸埋在林青霞怀里，嘴里哼哼着这疼那疼，任由对方担心的在他身上细细检查，反正就是不肯起来。